回顾被赵露思艳压，迪丽热巴的尴尬该让她清醒了。颜值天花板的红毯女王，热巴在过去几年中在时尚界的成就所取得的进展，演员的水平可谓高出了一大截。然而，这张脸在内娱界无人可敌，居然如此意外地战败了。长歌行迅速登上热搜榜，主演的阵容由热巴和吴磊领衔。演员的公布刚刚在此前发布，原著的粉丝们纷纷表示悲伤，哭泣不止。他们的表情之痛苦，仿佛天崩地裂。原著与选角不符，年龄差异对于男女主角的 CP 感以及其他方面产生影响。随后，在直播开始之后，热巴的脸成了所有争议的焦点。为了忠实地还原原著的内容，热巴展露出了圆润的额头和宛如长脸的轮廓，配以留下2撇修长的胡须。然而，这使人感到困惑不解。热巴的五官原本就非常精致坚实，有人说她长得很男性化，形状被隆须框出来后，五官的轮廓更加突出，而且呈现出更加坚定的气质。这一幕让人目瞪口呆，尤其是那个戴着面具款款走来的人。古装剧通常会以揭开面纱的方式令人惊艳不已，然而热巴却让人难以言尽的是服从道德化原则本来就具备的特质，对原著的忠实程度，成为了最后压垮骆驼的直接因素。请问，您完成造型后从不照镜子吗？巴巴，造型如此忠于原著的原因实在是难以理解。原著人明明是一个尚未发育的14、15岁年轻人，小女孩的五官精致娇小，下巴尖翘秀气。热巴的身材丰满，长相具有御姐风范，已经与原著相去甚远，因此这被强行保留下来的隆须毫无必要。赵露思的情况恰好相反，脸上充满着丰富的胶原蛋白，形成了一个圆润的面容。她那自然清新的气质，充满了楚楚可怜之感，搭配简单而清丽的发型和服装，一个可爱的小妹妹就像是临近家门口的邻居一样活泼可爱。热巴的形象与强行115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产生了强烈的反差感。那么多人说她艳压，不无道理。循规蹈矩，平淡无奇的。当然，也有一些粉丝以低级的方式评论年龄。对于这一点，我无法赞同，请原谅。她不仅采用了隆须刘海和泪痣，甚至还将插画应用其中。首先是漫改，为什么年纪越大，智商就越低？其次，让我们回顾一下曾经的周迅和孙俪，他们遭受指责时扮演少女的角色，粉丝们毫不留情，尽情表达了自己的热爱之情。那些身怀演技的人都被恶意攻击，以至于无法昂起头来。他怎么会说我的年纪低级了？有人还表示，只要你说不好看的话，那么你肯定是黑人家族的一员，就随便不让说了。我无法否认他的造型不好看，请你不要再与我争辩其他的事情了。按照你们的这种思维方式，剧情是否精彩并不取决于造型的好看与否。好吧，每个问题都有对应的答案。说实话，许多女演员实力强大，从未承认被任何人压过，每个人都凭借自己的才能来谋生。尽管周迅和孙俪的少女气质引起了批评，但其实没必要这样。《如懿传》和《芈月传》这2部剧已经引起了很大的轰动，不仅受到了广泛关注，而且也在社交媒体上被热议。既然我们对偶像充满信心，因此请尽管让他人放心大胆地发表意见吧。热巴这几年在古装剧方面的表现实际上是很值得关注的，大部分造型都受到了嘲笑，只有《三生三世》例外。举个例子，就像离姬发髻这样的发型，它与汤婆婆的发型相似，白凤九，头戴牛角面包，并排放置。它灵动可爱，
我也承认上一部的她既甜美又令人向往。然而，我实在不清楚，每当我们面临努力争取机会的时刻，为何总是如此困难？这一刻，他们仿佛变成了两个完全不同的人。我实际上不认同将责任全都推给编剧造型。由于这里存在大量可以直接观察到的状况，很明显地显示了热巴的身体状况不佳。几年前，我和杨幂一同进行了对赌，疲惫感源于全年无休的状态。我对这个可以理解到一定程度。这几年过得怎么样？娱乐圈中有很多明星的颜值已经达到了极高的水平，例如范冰冰是她的前辈，无论何时，那绝对是可以打的。田园间的繁华景色真美好，尽管曾经因演技不佳而遭受众人的嘲笑，在造型方面，颜值可以说是无可挑剔的，杨颖也是其中之一。当人的颜值没有拉垮的时候，基本上就是非常出色的。这些天，他们的目光聚焦在天花板上，从来没有因为哪部剧而导致它不好看的情况吗？因此，实际上证明了热巴是一位散发着氛围之美的女子。什么是被称作氛围感美女的定义呢？当我们身体状况良好时，她身上的礼服和浓妆使她的美丽无法形容。当状态欠佳或造型不合适时，顷刻间失去了紧绷感，感受不到娱乐圈顶级神颜的魅力了，但也不会轻易被对手压倒。因此，她在上方不足，在下方有余。那么，若剔除了美艳的外表后，热巴还保留了一些什么东西呢？作为国内罕见的女性顶级明星，她拥有极高的地位，拥有大量忠实粉丝。她不仅拥有足够的流量，也不乏精彩的剧集。她渴望的却是一部激情四溢的女主角巨制。粉丝有可能会拿出阿纳尔罕来。的确，毫无疑问，阿纳尔罕是一部非常出色的作品。这部剧实际上并没有受到很多观众的关注。这部剧并没有让很多人对热巴有所了解，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所谓的成名作一词实际上不适用。她的成名大多归功于高雯、凤九以及参演跑男，最终能够使她腾飞至行业的顶峰，应该是在进行与鹿晗的炒作活动。他认为这一年是自己最为重要的一年，这一年也是他经历最大变化的一年。他的粉丝 ，Baby 的粉丝和鹿晗的粉丝，由于跑男争吵得非常激烈，他的知名度才刚刚开始上升，粉丝数量既不多也不强大，遭受了严厉的责骂。他的工作室完全忽视了反黑问题，只专注于疯狂营销，因此他逐渐变得更加受到谩骂。有人传言他主动寻找有钱人，以换取金钱的遗照，甚至达到信仰宗教的程度。他开始变得言行谨慎，因为那种刺耳的谩骂对他产生了影响。他的眼神和举止从那个时刻起发生了变化，活力和光彩已经不如之前那样了。他家的粉丝更不用说了，由于公司之擅长采用不正当的营销手段，因此基本上控评和洗白都需要粉丝自己来处理。热巴的粉丝在无奈的情况下被迫成长，经过长时间的积累，我们也培养了一大批热衷于战斗的支持者。接下来可能会让你头疼的是，粉丝们的战斗能力非常出色，往往容易引发粉圈之间的争执，而且如今他的粉丝数量已经难以管理，言辞粗鲁的大粉阴阳怪气。目前我观察到他的一些粉丝正在与其他社交媒体账号的粉丝发生争执，他所说的话实际上并没有比他当年被人谩骂时受到的指责更为明确。娱乐终究是个轮转的圈子，因此风水也会随之而变。热巴如今感到欣慰，想起了曾经被人痛斥而身心受伤的往事，涌现出一股庞大的忠诚粉丝群体。然而，
饭圈的存在从一开始就是扭曲的。无论你是迪丽冷巴还是迪丽锅巴，男遇到女子时，女子的美丽给他带来压力，而女子遇到男子时，则被男子的幽默和调皮所吸引。他们的争吵毫无缘由，引不尽的战，那些永不消散的炒作话题。热巴具备无人不被消耗的良好人缘，引起了许多粉丝和路人的不满情绪。18年的金鹰女神奖应该还是集体爆发。领奖台上，热巴一脸自信的春风得意的表情。然而，在网络上，人们却充斥着质疑和谩骂的声音。漂亮的李慧珍这部韩剧翻拍作品质量堪忧，引起了许多网友的担忧。不说的是，豆瓣评分为 3.0。迪丽热巴的表现并不尽如人意。毫无疑问，金鹰节此举表明他们对流量屈服了。杨紫的实力让每个人都感到心疼。热巴遭到了嘲讽，因为她参与了暗箱操作。此次之后的时候，成为象征水的热巴，波的好感被完全打碎了。继而，人们对《极限挑战》提出了综艺感较差的评价，在电视演出时被嘲笑显得年老。满城飘扬的谣言，争吵在饭圈中持续不断，每一天都有。恶意揣测如潮水般涌来，激烈的竞争和不断变化的资本之间的较量。热巴每天都精疲力竭，越久在娱乐圈待的，当你站得越高，就越难保持最初的灵活和敏捷。她现在的样子和当初的鹿晗一模一样。鹿晗曾经以他那闪闪发光的星星眼睛而声名远扬，他现在所看见的星星已经几乎全部消失，或者，如今他眼中的那些星星几近熄灭。鹿晗正在试图进行职业转型，现在热巴迫切需要一部高质量的代表作来展示她的当前状态，压制住那些对此表示质疑的声音。他目前手头掌握着2个庞大的 IP 资源，《长歌行》是一部非常受欢迎的热门剧集，而《你是我的荣耀》则是一部尚未上映的剧集。权谋是《长歌行》的主题，使得剧情紧凑。然而，根本问题仍然是那些古老的套路所在。目前还没有其他剧情能够媲美司藤的出色之处，因此发生大爆炸的可能性非常小。颜值担当合作的一部电视剧，故事主要讲述了小花饰演的女主角在事业和爱情上的奋斗与成长，以及颜值担当饰演的男主角对女主角的默默守护和支持。剧中充满了浪漫、励志和温暖的情节，深受观众喜爱。现代偶像剧描写超级航天工程师的传奇故事，爆箱的题材颇多，而且所有顾漫的 IP 剧都非常受欢迎，因此这个问题应该可以迎刃而解。但是，如果两者都没有引起爆炸，它的前景非常可怖。年仅29岁，毕竟花千骨成就了赵丽颖，让她跻身封神之列。杨幂凭借出演宫和古剑奇谭跻身于娱乐圈的行列。杨紫与同龄人一样，凭借出演香蜜和亲爱的2部剧稳固地成为了女演员中的顶流。即使获得金鹰视后奖，这也是很重要的。即将30岁的热巴，有时被人嘲笑成水后，前途确实让人担忧。外表美丽只是暂时的，无论是谁，每个人都必须依靠自己的实力来谋生。热巴并非没有演技之人，但是没有机会与出色的导演合作，她需要有人来帮助她提高。但是当前的情况令人尴尬，她目前只有扮演女主角的技能。接着，电视节目的收视率再次下滑，反复循环的接戏铺戏。在当前的情况和可用资源下，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只能眼巴巴地观看偶像剧的人物不断循环着相似的情节，几乎没有机会在这里遇到优秀的导演。这构成了一个封闭的循环，只有像凤九一样再次出圈，才能够突破。
要么我们需要一个新的起点。谭松韵的演绎起点是在网剧中，最好的我们以其出色的品质成功突破困境，成为口碑的新保证。因此，没有任何事情是无法实现的。是否有兴趣与自己比拼是我唯一需要考虑的事情。他的粉丝总是抱怨，说是嘉行拖慢了他进展的步伐。这个说法在初始阶段可以支持，但在后期根本站不住脚。他因嘉行之功而获得成就，却也被嘉行所毁。热巴是唯一一个在这些年的嘉行大礼包中被红起来的。他的实力其实非常强，即使在一般观众中也是如此。所以很多人都推测，假若他最初选择了其他地方而不是嘉行，那么现在的结局是否会有所不同呢？然而，就目前的趋势来看，嘉行耽误他，粉丝们也不要老是抱怨。毕竟迄今为止，我仍然只是接演偶像剧，他自己也没有明确的主见和想法，这是第一点。听从公司的安排，不舍得放下的是吃了红利。这么快来钱的原因是偶像剧很好演，还有人拿着一叠叠的本子在排队等候。流量对于人来说并不是一种稀缺资源，路人或许会对此感到惋惜，但也仅止于此。